扇子，是的，画的就是扇子。好，看这里啊，这个是一个扇形的，它的尺寸是60×70×70，就70厘米直径的啊，一个扇形的一个小作品，一个70厘米的小作品啊，扇形的一个小作品。对，我如果有什么事情的话，我一般都会那个。好，看一下我们的啊，首先看一下我们的配色，毛笔清洗一下，清洗掉以后呢，这个配色啊，谢谢，太白加上我们的3绿，太白，然后头条，就一个比较适合初学者使用，你看，加这个，你看太白和3绿啊，太白和3绿加入4勺的清水，比例呢是2:1啊。太白和3绿加4勺清水，比例是2:1，能不能看到那个配色？比例是2:1啊，太白3绿加4勺清水，比例为2:1。好，刮干，然后调我们的藤黄啊，调藤黄，这是藤黄啊，藤黄大概你看加多少？你看大概整一支毛笔的2/3。就是让你们加2/3呀，不是说让你把颜色加的很厚很厚，而是薄薄的打一层底啊！你看，薄薄的打一层底在这个上面啊，这个简单的，一会儿教你们好吧？其实就是很简单，首先你拿一个这样的卷尺啊，拿一个卷尺，对不对？比如说我量了一下20厘米，对不对？然后你找一个纸啊，你看这样子。不就好了吗？你拿个铅笔这样画一条线不就好了吗？然后你再缩短一点，在同样的地方再转一圈就好了呀。有一个卷尺就行，超好用啊！明白了没有？一剪就剪出来了。学会了吗？对，蘸一下我们的藤黄，超简单这东西，就非常非常容易。听懂了吗？蘸一下我们的藤黄啊，蘸藤黄，最好是圆规啊，没关系。其实我觉得它不用特别圆。如果你画的很好的话，你们需要装裱的话啦，那边他那个装裱师会帮你裁剪的，你大可不必啊。就是如果你画的特别好，需要装裱的话，装裱师会帮你们弄的，你不用自己操心，他会帮你修得很好，他们有工具。蘸一下我们的藤黄啊，藤黄。蘸下藤黄，然后呢圆规要那种大圆规，小的不行，大圆规。然后呢蘸一点这个叫豆绿，豆绿的配色是藤黄加上我们的太青蓝，豆绿的配色是藤黄加太青蓝，稍微多加一点啊，多加一点。其实我这一笔白色和藤黄，我就再也不用加了，我加的这一笔就够了，我以后就不用加了，知道吧？我接下来不用加。有的有，对，是的，剪个大概，有专门的书画圆规，它有的它就是那么大，很大很大。蘸一下我们的啊，你看，慢慢的把它调出来，多调一点啊，多调一点，对，我就剪个大概。你看，这样一溜的色就调好了啊，这样一溜的色就调好了，看到没有？然后呢，调一点这个豆绿，豆绿是藤黄加太青蓝，不过豆绿的是蓝色比较多啊，豆绿是蓝色比较多，黄色比较少，所以它们还是有差别的，它不是一样的啊，还是有点差别的。然后笔尖蘸一点花青，笔尖点一点点花青就好 ，OK 了。这就是我们今天晚上的配色啊，能够听懂的你就刷1就行啊，刷1刷起来。晚上好，任我行哥哥啊，任我行哥哥。好，那我们今天晚上呀，你需要画一个花头啊，但是呢要有点微侧过来。怎么侧过来？你看配色我放上面啊，不管那可能能看见，可能看不见啊，放这儿吧啊，好吧，大家自己看一下啊。然后你看我把这个花头这样斜过来啊，你看。
它的构图就是斜的这一头，然后枝干这样下来啊，枝干这样的下来。首先我们来画这个瓣儿啊，画这一个瓣儿。首先啊，你看确定大小啊，我大概画这么大啊，这么大。然后呢，中间这个主花瓣是奠定它所有花瓣的，就是最重要的一个位置。空间太小了，东西桌上越放越多。首先下第一笔，你看笔尖点一下，大一点，看到了吧？斜过来的，斜过来。一个斜过来的小瓣，你看朝这一边再加一个瓣，对吧？给它折起来啊，折起来一个小瓣瓣，就在这儿啊，特别特别的小啊，特别特别的小。我们跟刚才一样，先用2到3个花瓣，先用2到3个花瓣画出朝下的底瓣啊。你看我在这个地方给它往这样折上去啊，这样怎么折呢？你看中间先留一小空，先留一个小空。笔尖点一点点小的，给它先合上，啊，你看，慢慢的，你看滚过去，看见没有？轻轻给它往上滚啊，往上滚，因为滚出来的花瓣有点微微的发圆的啊，就是旁边滚出来的花瓣它就是圆形的啊，你看旁边，接下来碗喽。对吧？可以叠一下啊，叠几个小花瓣，叠起来，对吧？叠几个小花瓣，然后呢，我们有些地方呀，你看看这个地方，用深色的花青去遮挡一下，会比较好看，遮挡一下会比较好看，对吧？遮挡一下会比较漂亮啊。然后继续的花瓣往上拉，往上拉。沾点花青，你看，好的，你看这个地方啊，你看点一下，哎，停，这边回来一下，中间最大的一个瓣在哪？在这个中间，你看，哎，横过来，看见没有？中间最大的这个地方，给它位置找对，啊，最大位置给它先找对先，对吧？把中间最大的这个花瓣给它先找到。是不是找到了一个中间最大的花瓣？你看这一边边，对吧？你看一个小瓣瓣就出现了啊，然后继续叠，一定要把这个花瓣呢朝一侧去叠出来，就是你这个花瓣一定要画出朝一边斜的感觉啊，就是往一边侧过来。好。你看我在这个地方先给它确定一个底瓣，其实基本上就能够看出来，你看我这个花瓣是往这个方向上走的，对吧？往一侧去加啊，往一侧去加，然后再蘸一点藤黄，蘸一点豆绿啊。沾一点我们的鸭梨山大，还好吧？往一侧去叠加，往一侧去叠加。然后呢，你看所有的花瓣往上面加一下，加出一个什么形状？看到没有？加出一个小半圆啊，加小半圆。你看这小半圆的形状怎么加？笔尖点一点，按一下，一半啊。笔尖按一下一半，另外一边呢也是一样，你看毛笔的侧锋从这个缺口处，你看，所有的小花瓣都是一个方向去折叠啊，所有的花瓣都是用一个方向去折叠啊，用朝一个方向，忒给力是吧？你看这个地方，你看点一下过来。所以我经常跟他说，我说你的努力大家都能看见，你看到没有？是不是这个花瓣就出来了？一层一层的往上叠加，是不是一层一层的花瓣就往上叠加了？
是不是整一个花瓣就是往上叠了？明白了吧？多放点藤黄，放点藤黄。对，一点点就够了，蘸一点我们的绿色，一点点，不是太多。蘸一下花青，谢谢。然后你看旁边这些缺口处，你看都给它合着，对吧？给它整一个往上合一合啊，这个花心看的稍微有点小啊，比较完整一点，看上去啊，看上去比较完整。你看这些地方，你看加一些什么呀？比较稍大一点的花瓣，对吧？花瓣稍大啊，不要把它画小了，整一个花瓣给它画的大一点，这样能理解了吧？我们基本上画到这一层啊，就是花头部位已经画好了，向上的花头部位已经画完了啊，一层层的压上去，向上的花头部位呢，我们就画好了，能听懂吧？然后呢，可以往旁边再叠加一些什么，向四周撑开的花瓣啊，你看。是吧？你可以画一些向四周给它撑开的花瓣，那这个的就是你们自由了，你想画多少就画多少啊，这个没关系的，对吧？这个没关系，就是看大家的自由了。你如果想画多一点就多点，画少一点就少一点啊，没关系的。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的一个托瓣啊，加上托瓣，托起的瓣也是很重要的啊，托起的瓣，你看。把毛笔的笔尖，你看在这个地方我打一个勾，看到了没有？打一个小勾，然后笔往上按，你看，一点点，你看，短一点，一点一点往上压，好理解吗？一点一点往上压啊！你看，压出一个小卷瓣，压出一个小卷瓣，压出一个小卷瓣出来，再沾点花青。很多人这个瓣他画不来的，就总感觉很难。它就是靠这样一点点压出来的，压出来呢，这个方法呢也比较简单，那同时它也比较好用，啊。你看我另外一个瓣加这儿，点一下，往上按，对吧？一半一半的往上按啊，一层层的往上加，一半一半的往上去按啊，往上去按。下面呢可以多加一点。对吧？可以多加一点啊。那这个呢，就跟我们刚才的那个造型差不多了啊。你看，差不多有点雷同的情况。你看旁边这些地方可以再加一点。笔尖向里边，你看点一下。笔尖向里边啊，我们点一点，你看向内一折啊，一个小瓣瓣。就是你有任何，比如说遇到缺口了这些情况，你都可以去加这种小折瓣。就有遇到缺口，我们一会儿加完折瓣之后呢，蘸一点点的花青就行，一个小折瓣蘸一点点的花青。那你看它全部是往上包裹的，包括这些地方再包裹一点，对吧？往上折一折啊，往上折一折，折上泥，可以了啊。基本上这一个花头差不多就完成了，可以现在可以截一个图，现在可以先截图，啊，我调色你们截图，我调色你们可以截图，蘸一下藤黄，蘸一下我们的翡翠绿，这张图打1就行啊，我调色你们截图，然后接下来画剩下的瓣瓣，我不会又卡了吧？好，蘸一下花青，先播早了，我怀疑是。好，看一下啊，接下来的花瓣怎么画？你看这里边不是有个洞吗？用花青去干嘛？你看，按一下，看到没有？用花青去给它按一下啊，然后你看，点，往下折一点，然后呢，再往上，你看。对吧？折出一个小瓣，多蘸点花青啊，
把旁边这个小折瓣，你看这个地方，是不是啊？用花青去夹起来啊，这是都是用花青去夹的，谢谢，都是用花青去夹。你看这个地方啊，你看，点往下一摁，侧一点，对吧？又一个小花瓣啊，侧过来的一个小花瓣。这个地方也是用花青去盖一下，盖小洞。刚才不是教过你们了，对不对？你看，大一点，慢慢你看，你看，因为我的笔比较大，所以说我只需要轻轻的去按压就行，对吧？因为我的笔很大嘛，所以说只需要轻轻的去挤压它就 OK 了，是不是？你看我在这边也是一样，笔沾点花青，把这个小洞给它盖起来，往上一下，你看再合起来，对吧？出锋是7厘米的啊，7厘米啊，是不是又花瓣出来了？看到没有？这就是朝下的一些卷瓣啊，小卷瓣非常的容易，看见了没有？出来的小卷瓣可以截图，姐妹们可以先截个图啊。对，可以先截图。接下来我要画大瓣了。先截图，截完图打波1。对，截完图打一波1就行。蘸一下藤黄，多来点黄色。截完图你刷一波1啊，好，蘸一波黄色颜料，蘸一下我们的豆绿，多放点绿，放点花青，放一点我们的。你看，接下来画什么？画一个朝下的瓣啊，朝下的花瓣也可以去卷。你看，因为这个花都是这么斜过来的嘛，所以你看笔尖搁这儿，对吧？夹出一个小翻瓣啊，夹在下面。其实很容易夹翻瓣，因为很多人就习惯性这么夹，其实你可以这么夹，你看，你还能再合过来一个瓣。是不是还能合过来夹？对不对？往下叠起来这么去夹，然后你看，夹出一个左右两侧的这种大瓣，啊。好，里边蘸点胭脂啊，去调整一下你的用色结构啊，蘸点胭脂。然后呀，我们朝下面加一个超大号的瓣啊！你看花心在这儿，我直接从这儿点，你看点，按一下，你看大不大？停，对不对？压出一个很大的大褶瓣啊！好，朝这个地方再点，再合过来，朝这点，往回，你看带下来，是不是？往回一折，往回折起来，这个花瓣是朝下走的，然后另外呢，你看在这个地方再打开一个大瓣啊，朝那个地方再打开个大瓣，蘸点藤黄，多放一点藤黄。好，来一点我们的绿色，蘸一点花青。持续性的啊，又来晚了，还好吧？持续性的去加瓣啊，我就知道今天肯定是播早了。你看这个地方，你看加出一个大花瓣啊，你看朝这个地方，你看笔尖点，按的很大，你看，对吧？这样的花瓣是不是就超大号，对不对？其实大毛笔的话，你就直接往下一躺，完事儿啊！你看，对吧？你大毛笔往下一躺就完了啊，就完事儿了，是不是？大毛笔嘛，一躺你看就 OK 了，是不是？对，超大号的，这是7厘米的啊。
啊，提一下色，提一下色。对，我用的是大号笔。然后你看剩下颜色，你看再往里边提一提，对吧？提几个小瓣啊，提几个小瓣，提几个小瓣。然后这里呢，可以加个大瓣给它托住啊，托起来。蘸一下我们的藤黄，一点点的，你看多放点藤黄，点我们的绿色，蘸点胭脂，活灵活现的，蘸一点点胭脂啊，你看。朝这个下边啊，你可以再贴一瓣，你看搁这儿，点按大一点，拉出来，是不是又一个瓣？折起来，你看，把它合到这个瓣上去，你看笔压大一点，是不是这样花瓣就看到大大的啦？颜色调的好看，谢谢啊！你看这样是不是大大的啦？你看这样一个啊，朝下面撑开的瓣就有朝下面撑开的瓣啊，就这个啊，撑开瓣，然后往上加。来，很多人都说这个缺口处怎么画呀？画不来是不是？笔沾点绿色，笔多加点什么花青，多加点你看颜色很浓的花青，比较黑的花青，你搁这儿点一点，看到没有？点一点，点到哪里？点到这些小缝隙上的地方，这样能听懂吗？你看。点在小缝隙里边啊，听懂打波一啊，听懂打一波一，点到小缝隙里边啊，对吧？把你的每一个小缝隙都盖一盖，然后呢，哎，点一下，对吧？往上面托起来啊，往上面托起来。提一下色，对吧？往上面去拖，然后提一下色。藤黄3缕啊，沾一点点花青。然后呢，有的用笔你看是这样子的，包裹起来的，对吧？有一些花瓣是向上包裹的啊，有一些是向上包裹的。有一些是卷起的，那因为它的花瓣造型本来是各种各样造型，它是不一样的，所以说你看向上去叠的造型就比较多了，对吧？一层层的往上面去叠，再沾点花青啊，一点胭脂啊，再沾点花青，一层层的把花瓣向上叠，直到你感觉叠到它什么比较完整，你看。对吧？你感觉它整一个太像门牙，啥叫像门牙？没听懂？对，太像什么了？什么牙？大门牙吗？对吧？你看，把一些小花瓣啊，给它叠出来啊，给它叠出来。什么门牙？大门牙吗？蘸一下胭脂啊，蘸一下胭脂，你看。对吧？那一块的颜色啊稍微多一点，给它拖出来啊，拖出来。那一排哪一排？蘸一点我们的藤黄啊，小勾太丝滑是吧？蘸一点我们藤黄，蘸一下我们的3缕啊，不蘸一下花青，然后呢再继续叠，添一下，你看很多小瓣都去添一添。对吧？一瓣一瓣的向上去折，把它折起来，折的比较完整就可以了。折的比较完整就可以了啊！你看，对吧？把它整一块向上叠，你看一块一块的去压它花瓣，它就会被你压得很完整。对吧？向上一层层去叠就行，然后蘸一点点胭脂啊，向下勾勒一下。小勾很丝滑是吧？还好吧。然后下面再加一个小瓣，这个花头就完成了。下面再加一个瓣瓣小小的啊，
多蘸一点铜黄，绿色蘸一下花青一点点。你看下面这个小瓣啊，你看，点一下，按一下，啊，一个大瓣，谢谢，一个大瓣就出来了，谢谢萤火小虫。用笔尖呀，你看把这些花瓣给它包裹一下就成了，你看斜过来啊，朝这个下面长。然后简单的去把花心叠起来，花心呢我用的是绿色，蘸一下我们的25，至少25。看我多蘸一点花青，看见了吗？花青蘸的比较多，花青蘸的比较多啊。然后继续叠啊，继续叠，你看。往里边压啊，压深色的，压上深色的。OK， 这样的一个啊，花心就画出来了，对吧？画出一个花心，为什么是一样？这个颜色就是东西少一点，它也会不一样。这个它只是东西少了一点和多了一点问题。那大家看这里啊，直播间里边的颜色还跟这里边完全不一样呢，还跟这里不一样呢，对吧？所以有些东西啊，它不好说啊。好，你看这张作品啊。这张作品，你看，我们把这个叶子加一下，好吧？加完叶子，我们再画一张喽。反正晚上有时间啊，我们再画一张，好不好？叶子画完之后，我们可以再画。然后呢，我简单的把这个花心给它加一加，啊，花心加一下，点点戳。我的是用的太白蘸点我们的3绿啊。给它画大一点吧，这个太白加点3绿去点这个点点戳，里边就是点点戳啊，点点戳，蘸一下白色，加一点我们的3绿啊。我把这个画完之后，不够啊，你看啊，画一个五角星，1、2、3、4、5，看见没有？首先你得把这个，对，可以的。这个要画一个五角星，画一个小五角星，太白和3绿就行啊。你看，然后把它连起来，对吧？画出一个小小的小五角星就行了，你不一定画很大。然后呢，你蘸点胭脂。对，我这个画头画完，我回头把那个简单的内容给大家再讲一讲。啊，你看，然后呢，比较深的胭脂搁这就点一点，点一个小点。用胭脂啊去点一点小点，啊，比较厚的胭脂啊，厚胭脂去往里面划拉，对吧？画出一些小细线啊。对吧？画出一个，你看小小的小细线啊，画出一个小小的小细线。然后这样一个简单的小花苞啊，小花心就有了，花心就有了啊。那我们一起把花心里边的花蕊画一下，就是你们比较喜欢的画小黄豆芽啊。多大的笔啊？我一般呢有7厘米的。也有小一点的，也有小一点像海星，对，想象力很丰富啊。来看一下，很多家人说就是花蕊咋画他不知道啊。来，我教你们，很简单的啊。首先呢，我拿一个小碟儿，
里边是挤的是黄颜料，一点点黄颜料，一点点的什么白颜料。然后呀，你拿一支这种比较干的啊干笔去画，你看，藤黄加太白搅拌搅拌，就这个笔啊，你看，白色多一点，黄色少一点啊，白色多，黄色少，对不对？然后你去给它确定几个位置啊，比如什么地方有位置，这个地方你看，这个地方啊加一个小点儿啊，好，你看这个地方。是不是2个小点啊？啊，是不是2个小点？看见了吗？然后搁这儿你看啊，这个边边上你看，再点一个小点，小点你会点吧？点的很小很小很小。你看这个地方，点一个小点，好，上面这样能看到吗？啊，非常小的小点啊，非常小的小点。但是你在画的时候，经常需要吸一下这个水，因为这个笔根里边经常都有水，它会阴开的啊。所以说经常需要去吸水，笔尖又得尖，确定1、2、3、4、5个点一个小五角星嘛。好，来开始啊，画出一个扇形。你看这个地方，是不是画成一个小扇形？一个扇形，我们在扇形里面去叠。啊，你看这个扇形里边啊，不断的去什么，一层层的去。压出非常小的小蕊啊，在这个扇形里边去叠加。那这样能理解吗？你看，对吧？在扇形里边去加小豆芽，因为我们这个花头的品种，因为我们的花头品种不一样，所以导致我们画出来的蕊啊也会有点不一样啊，也会不一样。好，这是一个小蕊啊，你看这个地方也是一样。好。画出一个什么扇形，在扇形里面去叠加。你看上面带点小勾就比较漂亮了啊！你看，对吧？这是用一个小扇形里边啊，不断的去叠加你的花蕊啊，一个小扇形里面去叠加。尽量不要画到扇形外面啊！尽量不要画到扇形外面去。你看，对吧？好，又画完一组啊，画完另外一组，你看画这边了，又是一个扇形，看见没有？就是你不断的在扇形里边去叠加这个蕊啊！你看，你看。是不是在小扇形里边去叠蕊？好，这个地方又是个扇形，不断的去加扇形啊！你看，学会了吗？当你把你的花蕊的位置啊确定下来以后，你就很好画。就是花蕊的位置一旦被你确定好了，就很好画。所以说你们很多人在画的时候，他为什么啊画着画着，有的人就画乱掉了？你没有确定它的位置啊，就随着自己在画了啊，想到哪画哪里，那就是画出来的蕊肯定就不饱满、不完整。听懂的给主播打个1啊！你看上面这个地方也是一样扇形，对吧？上面也是个扇形。很好，好，这样一个花蕊就出来了，看到了吗？是不是一个比较完整的蕊啊就有了？听懂了给主播打波1啊，打一波1。然后呢，你看，笔多沾点白颜料啊，细细的去拉几一些丝，你看啊。比较细的小丝丝，有一些蕊可以不加丝。那么你看，像今天的这个蕊加上丝会比较的漂亮啊，对吧？加一点丝丝，你看这样一个
我们的牡丹的蕊就画好了，就完成了。然后我们画一下叶子，好吧？对，我们一起来画一下牡丹的叶子。爆炸的花蕊更漂亮。对，这个造型画爆炸会比较美一点，会爆炸会比较美。然后我们一起来画一下这个叶子啊，叶子我用的是藤黄和花青啊，用的是藤黄和花青两种颜色的，藤黄、花青、三绿胭脂去画。藤黄蘸点三绿，然后蘸一点点花青。花蕊真漂亮，谢谢。藤黄、三绿加点花青，就是我们在画这个整张作品的时候啊，你有时候要根据我们这个花头的，比如说品种啊，还有整体的内容啊，来决定这个花蕊长什么样子啊，这是最重要的。好，花头颜色放中间截，稍等一下，我画完再截图好吗？马上就好啊。蘸一下我们的藤黄蘸一点什么？我们的三绿啊，颜色呢不要太多，加一点点的花青，藤黄、三绿加点花青，在笔尖的一侧，你看到没有？在小笔尖的一侧给它拿一点什么？拿一点胭脂，听懂了打波1。在笔尖的一侧拿一点点胭脂啊，然后你看这个花头的肘相是啥样的啊？肘相啥样的？你看花心儿在这儿，点一下，朝这一头，你看下面有点叶子，我先一会儿托这儿，所以呢，我一般都是从这个地方啊去折。阿宝爱淘气吧？还好。把东西收起来，它就淘气不起来了。对，我把东西收一下，它就没法淘气。没事儿。你看这下面啊加点，你看这个它本来这枝是这么下来的，你看点是这么折下来的啊。所以呢，我就顺着这个小边啊，你看去添加它的一个小折枝啊，小折枝，你看点一下啊，一个小枝。侧锋你看1、2、3、4。直接折下来啊，折下来。你看我故意在这个地方折一下是干嘛呀？你看，合住啊，合住，往这儿上去，上到哪儿啊？这儿过来，对，你看，这个地方你看小墨鱼这样侧着走一笔，感觉你那个阿宝，我先画完吧。你看这个地方应该折下来，哎，去这儿点，是不是就下来了？看到了吗？一点就下来了，朝一边给它，你看，对吧？这一只牡丹的一个整体的，你看，效果就有了。然后呢，我们一起来把叶子给它加一下，好吧？简单的结构我们先画好，一般情况下我都是先画结构的，总是直着画侧锋，对啊，不要走中锋，中锋走出来不是特别好看啊。中锋走的话，它就不是特别好看，就不要走中锋啊！你看，像这个地方，笔尖你看，点1、2、3、4，对吧？添几支啊，添几支。其实你，比如说你其实你有的时候，你看你想好了啊，想好怎么画的话，这个枝干其实也简单，它不难的。想好怎么画就行，有的时候就是自己其实没想好，你画的匆匆忙忙的话，就肯定，问题比较多啊，根叶侧锋。如果你没有想好的话，肯定会你会犹豫嘛，对吧？你犹豫的过程中，可能就会造成一些小失误，所以这很正常的，很正常，好吧？好，可以截个图，这个根叶地方可以截个图啊，这个。有的时候很多家人们他一个画习惯了也有关系，截个图打个1，对，截个图打1波1就行，截个图打1波1，好吧，谢谢啊，截个图打1波1。好，
然后呢，我蘸什么色？花青。首先我调一点点的藤黄，非常少，藤黄一点点啊，比较薄的藤黄。来，我今天教你们画叶子啊，花青加一点我们的比较多的花青，啊。看叶子的家人们，你们请认真的看仔细。首先，我们叶子是手掌一样的。什么叫手掌一样？就是五指是分开的，但是手心那一块是个连在一起的，对不对？我说的有道理吧？花青蘸点墨水啊，蘸点墨水。就是你看我们的手掌这个叉是分开的，但是这一块是连着的啊。叶子也是一样，好吧？那么我先，比如说我这个地方叶子先画，你看啊，怎么画的？我先画朝中间，你看毛笔是怎么走的啊？点一下，按，停，看到了吗？侧分笔尖，咱们走在上面，看见了没有？笔尖咱走在上面，你看，然后呢，这个地方是合着的，哎，出来一个小尖，对吧？出来一片小叶子了吧？所以能理解吗？它就是一个手掌一样的啊，是一个掌形叶啊，一个掌形的叶子啊。那这个也是至关重要的。你看上面还有一个小叉，点出去一片啊，回来一下，对吧？是不是像小鸡爪？差不多，但是它跟鸡爪也是不太一样的啊。对，鸡爪它有点分开啊，是不是这样子啊？你看朝这个地方点向上按提，看见没有？它有一个小的用笔在上面回一下，对吧？你看这样一个叶子就又出来了啊。注意一下，你看它一个用笔，是不是小叶子的造型就比较多啊？会比较的漂亮。比较多比较漂亮，这样的叶子喜欢吗？喜欢给主播点点赞，打个1就行啊。哎，好的，抓紧时间 ，OK 了吗？然后你看这个下面咱们拖几个小叶啊，看一下用笔啊，只有一个花青，蘸一点墨水，因为那一块加点叶子的话呢，你的那个会比较好看，因为那个地方它是，你看这个地方按一下。对吧？画出个小尖。其实很多时候，很多人你不要很单纯的觉得啊，什么都得用块面，我这是用线的，看见没有？我是用线去表达的，是不是？用了一条线一样，你看去把它表达出来。我不是用的块面。就大家现在有的时候画画，就是大家为什么总是觉得自己画到后面好像没什么提高？因为你们没有抓住它的重点。就是从一开始你们觉得是块面，天天都是块面。好，这个地方你看好了啊，你看我啊，这样是不是块面？这样是不是线？明白了吗？对不对？你看块跟线的结合的，我刚才下来那个是线，对不对？黑墨没有啊，没有挂啊，它是块和线的一个结合，会比较的美，知道吧？大家不要就是非常想当然的，好像全部是这样弯来弯去。所以为什么我看越来越多的人啊，经常画画的时候，没有什么主次啊，没有什么主次的，就是一堆堆上去啊。好，你看，包括我们上面这一块，这个直子是不是往上折？现在大概的可以理解，有的时候我说的内容就是我讲的。大家应该能理解了吧？就是我一块一块的把它，就是块面跟线面和点这些结合，它就会比较的灵动。如果你一味的，比如说只有块或只有线，它肯定不美啊。你看这个质感上到这儿去，你看啊，你看块面、线面，看见了吗？这就是个线。是不是这样块和线就容易体现的？这样能听懂了吗，家人们？你看，对，点线块所以你为什么有的家人啊，你感觉他提高的很快，他明白了怎么回事了，等下别人就知道啊，这个
点啊线是啊，原来是一个组合关系啊，它不是光靠点或者光靠线去完成的，其实。所以当你的线会去用了之后呀，你的作品就会出现留白的，会自然的出现留白。就是你的线会出现比较自然的留白情况，那样就比较好看了。蘸一下我们的花青，蘸一点，因为用线它比较细嘛，它或多或少都会留点白。你看这个地方的叶子啊，你看折进来一片小叶，对吧？而且这样的叶子出来就比较的灵活。这样的叶子出来就比较的灵活一点。你看啊，那我们基本上这一块枝子还有叶子的造型呢，基本就摆好了，就基本摆好。剩下的就是用一些叶子去遮挡一下，包括下面这一块去遮挡一下。因为左边这里不能太空啊，画叶子是5.2厘米的，5.2厘米的笔。好，蘸一下我们的花青，蘸一点墨汁。5.2厘米的笔啊，你看我到这个地方加一串从下折的叶子，你看点按过去一笔，对吧？从下面去折出，你看它的叶子一组一组的啊，从下折一组一组的，你看这个地方。对吧？一组一组的去折，有些颜色可以浅一点，你看给它遮挡过来，啊，遮挡一些在后面，向四周去多加啊，向四周你看再加点叶子，你看这个旁边这里啊，你看，是不是啊？这样子你的叶子组合起来也会比较的好看。蘸点藤黄啊，放点藤黄，藤黄蘸点胭脂啊，藤黄蘸点胭脂。藤黄蘸点胭脂，你看是不是这样？这边呈现出一整串的叶子组合。呈现出一整串的叶子组合，对，3叉9点是的，一整串的叶子组合就出来了。然后下面给它盖一盖。然后比如说你需要盖，直接整一支笔泡着黑墨，还画蝴蝶吗？画不下就不画喽。蘸一下墨。其实蝴蝶的话，画和不画影响都不大的，它反正都是那一块啊。你看，蘸一点黑墨啊，你看，比较干的情况下，你看。朝这个质感，你看，对吧？走出一些比较干的质感。蜜蜂，你看这个下面啊，对吧？比较老的干啊，折一折这个旁边，往下面给它弯一下，老干就出来了。简单给它，你看那一块给它拖一拖，可以了。这样一整幅构图就完成了。然后蘸一点我们的藤黄，蘸一点点的胭脂啊，藤黄加点胭脂，你看在上面这块调整一下。这样呢，我们这一整幅作品就完成了。藤黄蘸一点点胭脂，你看什么是必须要加？加这儿。这个地方的花萼是必须加的啊。这样我们一整张小作品就完成了，可以看一下，啊。然后把叶脉啊简单的填一填，好快啊今天。
今天作品完成的好快啊！还有时间，我们可以再画一张，画一个要简单点还是难一点的？胭脂沾点啊，墨水，笔蘸一点胭脂啊，再加点墨水，笔蘸一点胭脂啊，再蘸点墨水，咱们来勾一个啊，勾一个小叶脉啊，小叶脉。你看这个叶脉是咋勾的啊？你看。是不是？它顺着它去勾就行啊，谢谢。顺着它去勾就行啊，顺着它去勾。我今天裁了好几张扇子的纸。其实有的时候是这样，我们扇子的纸它不太好构图的，扇形的纸往往它的构图不好构，就包括它的布局啊，稍微难一点的吧。这个很简单是吧？这个简单是吧？还是说要画的普通一点的？意思就是这个简单了。哎呦，厉害了！太青蓝吗？用的是花，你说哪个？花青，我用的是花青。